还算凉快啊，到这边来搭个帐篷，做一些亲子活动啊，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大家眼前看到的呢，就是原生态、原汁原味的岛民的生活状态。这个就是我刚刚骑过来的这个河冲啊，刚刚就顺着边上一条小路骑了过来，这样吹着江风啊，看看江景，缓缓地顺着大桥顺坡而下。桥的下面呢是一条非常开阔的河流。你看啊，这边我就看到一个水塘很大啊。好，现在呢从侨兴大街来到了市广路上，前方呢已经看到了市广路地铁站的入口了，祈福新村冰运会就在眼前了。嗨，大家好，今天呢我再一次开着车来到了广州的海鸥岛。然后呢，从这边开始我的骑行，其实就是想骑一个从海鸥岛回到祈福新村的单程的距离啊。因为这边过去呢大概有25、6公里吧，加上在海鸥岛稍微转一转呢，应该就是30，最多就40公里的距离。所以呢，如果我要从祈福新村骑过来，再骑回去呢，就有点太远了。所以我还是采取半程这样的距离啊。所以来到这边呢，我就让我太太把车开回去。我从这边呢稍稍的转一圈以后啊，就准备呢从这边骑回祈福新村去了。骑到这条路上呢，我就觉得有点讨厌啊。我上次来的时候就发现这条路啊，坏得非常的严重，也没有进行修补啊，这个路面坑坑洼洼，非常不平。今天的珠江啊，我看这个河里还是一个涨潮的这种状态啊。换言之呢，这个珠江的江面啊，看上去有很多的杂质，江水呢完全就是非常浑浊的这种状态。现在骑行在岸边的这条堤岸的马路上，确实你看啊，坑坑洼洼，有些坑啊非常的大，所以我也只能是骑一段而已。前方呢隐隐约约的就是南沙大桥。我来海鸥岛骑行过很多回了，但是真的没有一次是完整的骑行1周的。因为我看了看这个海鸥岛的周长啊，大概有40来公里啊，看来要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候来挑战一下。今天呢并非休息日啊，我看这个堤岸上啊，游客的车并不多，
但是呢，当地人啊开的这种小店啊，就是那种车，你看啊，怎么卖冰淇淋、卖茶、卖点心的等等的，倒是不少。谁都想做生意，但是呢，你看啊，这条路上啊，刚刚那一段坑坑洼洼的呢，就没有人来打理。今天感觉这个江面上啊，非常的脏，漂浮着很多的杂物啊，应该都是上游冲刷而下的那种树枝啊、垃圾啊等等。原本呢，今天就想顺着这个海鸥岛来好好的骑行一圈，哪怕半圈也行啊。但是，一看到啊，从这边回去的距离有25、6公里，再加上我在这边稍微骑一下呢，最少也有30多公里的路程要骑，就一下子就没有了那样的心气啊。就想着还是找一条路啊，先在这边稍稍转一下，然后呢就找一条路回家去。看来还得要准备进行公路的骑行。海鸥岛呢，中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水塘。其实呢，就是村民啊，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来像以前那样的进行渔业方面的作业了，结果呢都改成了一种养殖。所以这个中间呢，其实是一个村落。那我就想着呢，还是从这个村庄啊穿行一下啊，稍稍呢也体验一下这个岛民的生活。你看啊，我们在这边稍微观望一下，你看这个河里啊，这个垃圾成堆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垃圾？因为这段时间呢，各处都在发大水，上游的各种各样的杂物呢就被顺流而下，冲到了下面。但即便是这样的，我看还有人很多在这边游玩，还有搭着帐篷的。你看啊，这边也有很多村民在这边开店，从饮料啊到那些食物，可能还有一些土特产品啊。江边呢还有不少人搭着帐篷啊，总之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休闲的方式吧。那我就在这里稍微转一圈呢，就掉头回去啊。有很多人不但带了帐篷，带了桌椅，甚至还把音箱都搬来了。就是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脏了。看看对面的港口，右侧的南沙大桥，还有浑浊的江面。
穿的还算凉快啊，到这边来搭个帐篷，做一些亲子活动啊，我觉得也是不错的。这条路呢，就是一条村内的小路。我记得上次我专门在这条小路上骑行过一回了。今天再来借道穿行一下。大家眼前看到的呢，就是原生态、原汁原味的岛民的生活状态。就这边的岛民呢，我相信他们也渴望建设美好的家园，但是呢，更多的就是要等待政府什么时候把这边列为一个开发的区域。虽然这边呢也在大兴旅游这样的概念，也有一些人呢在村里租了一些房子，简单装修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些供出租或者是可以展开农家乐、餐饮这样的这种设施。但整体来讲呢，还基本上就是一个古朴的农村的状态，加上交通呢是特别方便这边也缺少足够的耕种的田地，一旦没有了这种渔业方面的产业可做的话呢，这边的村民的生计就有点入不敷出。这边地很少，所以农民呢还是尽量的利用河边的一些空地开垦的一些蔬菜的这种自留地多少可以种一些蔬菜，帮补一下家用。这边河里有很多的小船都比较小的那种船，但是呢，应该也是可以用柴油的吧。看看河边种了一些经济作物也有一些果树你看木瓜等等。到了这边我才想起来，今天没有把我的码表拿来好吧。
这个就是我刚刚骑过来的这个河冲啊，刚刚就顺着边上一条小路骑了过来。我看这条马路的两边呢，都是一些水塘啊，应该都是养鱼的池塘，用一种很简陋的这种栅栏呢，把它围蔽了起来。空地上呢，还是种了很多的农作物啊，我看有各种丝瓜，各种的瓜果蔬菜啊。这边呢已经来到了海鸥环岛中路啊，前方是海鸥大桥，方向应该是对的啊。从这边呢我就开始我回程的骑行了。这边呢可以看到对面的莲花山，山上的宝塔和观音的金身。今天的气温呢30来度啊，但是阴着天啊，而且这个江边海岛上还是有一些风，所以感觉还是蛮舒适的一种状态啊。最起码我骑了一阵子呢，没有任何出汗的感觉。
这边呢还是开了不少的农家餐馆，看看有些什么当地特色啊，烧鸡特色菜。海岛风味鸡鸭鹅，农村呢大概就这些啊家常菜吧。前方呢分为两个方向，向左是桥广州，向右呢海鸥岛。我要离开海鸥岛，所以我就要往这个左侧来拐弯。好了，现在呢我准备拐上海鸥大桥了。今天呢只是在海鸥岛上蜻蜓点水啊，稍稍的沾了点地，稍稍的在海鸥岛的村庄里面穿行了一下而已。因为今天的这个江面实在太脏了，就感觉真的景观太差，所以我也懒得在江面太多留连了。前方呢就是海鸥岛上桥，海鸥大桥上桥的路啊。从海鸥岛上看对面的莲花山，就非常的真切。这座桥的跨度啊还是蛮大的，
也有相当的坡度啊。现在呢，已经骑上了海鸥大桥的最高处了。这样吹着江风啊，看看江景，缓缓地顺着大桥顺坡而下，非常惬意。右前方莲花山、宝塔、菩萨金身，还有一座大殿啊，都看得非常的真切。每次下桥呢，都会经过这个打击走私的执勤点。往右呢就是去莲花山了，但是我今天直接骑车回家了，从对面的石基往广州的市桥方向走。桥的下面呢是一条非常开阔的河流，但我没搞清楚它是什么河。两边呢也做了绿道，看上去感觉还不错啊。
只知道这条马路呢叫黄河路。现在我骑行在莲港大道上，就是莲花港的意思。右侧呢是一个10楼镇的人民政府所在地。士联路10楼路段，这边呢都是一些乡村风貌的这种地方啊。马路两边有这种商铺，都是做一些建材批发等等这样的生意，没有什么特色，我们就只是通过而已。这个地方呢叫赤山，好像没有怎么来骑过。这是一片乡镇，但是好像也有很多专门制作红木家具的厂家。
从这边开始呢，就从石楼镇来到了石基镇。这边已经到了南浦村了，我看这边是不是一些重新做的祠堂啊等等，还没有完工。看来又是一片综合改造的区域。首先呢，先把这些旧的房子恢复一下，尤其是这些传统遗存呢，祠堂啊什么重新修好，然后这里边呢就可以开始综合性的开发了。现在很多地方基本上都是这样啊。今天这一段20-30公里路程的骑行呢，必然是相对枯燥的啊，因为没什么景可看。虽然我们会经过很多个乡村地带，那这边又是一个新的农村，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路上的风景啊，就是普通的马路。现在呢，骑过4号地铁，就是从南沙来的这条地铁啊。右侧叫永善村，这个永善村的牌坊啊，是92年前一位姓张的人捐建的。禁止在成年人、手非機動車道，違規車輛請落車拍照登記。今天骑行的这条路呢，虽然是条大路啊，但更像是一个乡村的道路。这边呢有不少的村庄啊，当然也保留着一些祠堂、古庙等等的传统遗存。但整体来讲的话呢，还没有恢复到一个让大家觉得很舒服的地步啊。关冲村，其实这村庄里面啊，看看牌坊还好，走到里面呢，基本上面目全非。从石楼镇骑到石岐镇，感觉没有太大的区别啊，边界不是特别明确，但是有着共同的产业啊，就是有很多加工红木的企业和销售的商店。刚刚看了一下地图啊，发现有点走偏了。现在呢，我右拐到这条叫海冲路上来骑行一下。左侧呢是一个学校吧，占地面积应该非常的。经过了一片卖建材、卖木材的这种仓库啊、批发商区。现在呢，我左拐到富宜路啊，相信呢这是一条主路，是我要骑回去的一条正确的道路。牌子有写啊，富宜路，向着番禺大道北。今天骑行的这段路呢，因为没什么景色，就不会让人在骑行过程当中产生那种
愉悦的心情。但是呢，它就是一段骑行道而已，你总得要尽量往前骑啊，尽快的通过这个貌似无趣的马路。朗边村还是边朗村呢？有很多村庄我都不认得。骑行在这样的马路呢，有时候有点纠结，就觉得有没有必要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看？因为老实讲，真的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片尚未发展的城乡结合。现在从石岐镇来到了大龙街。现在呢，继续在富宜路上骑行啊，这条路还要骑5.5公里。虽然有些枯燥乏味，但自己选的路呢，还必须把它骑完。这边呢，就是番禺，应该属于市桥了吧？就它那种老的街区的模样。但有时候呢，你看啊，它这个右侧还有一个大的水塘。你看啊，这边我就看到一个水塘很大，完全是碧绿的水。其实这个水还算蛮干净的。这河里有好多的鱼，有点像那种黑鱼，好多。看来这条村呢叫大龙村呢。右侧是茶东村，就这边的农村呢，就没有像琶洲村啊、猎德村，就广州天河、海珠区那边的这种务村那么幸运，因为那边呢就是整体开发，完全变成新城区。而这边的农村呢，就是农民洗脚上田，只不过就是不种粮食了，把这土地呢都用作一些乡镇企业啊，就那种境界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已经在这条富宜路上骑了好长一段路了。这边呢有很多的坡啊。刚刚下了一个坡，现在又在爬坡了。想必呢，以前这边是一片山岗。终于看到前面的番禺大道的高架桥了。现在呢，已经骑到了富华东路上了，也就是说，已经过了番禺大道，回到了更靠番禺大道的西侧。看了看啊，距离回家的路呢还有7公里左右，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了。唯一的就是这段路上呢，没什么可看的啊。说不好听的话，也没什么值得分享，就是一种骑行的感觉。但身体呢，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在骑行过程当中，用脚踩脚踏，反馈到身体的那种动感。就从骑行来讲呢，还是有很多的乐趣啊。只是作为一个视频分享出来呢，感觉就稍稍的差一些。换了块电池啊，前方还有6点几公里，大概还剩了半个来小时，我们一鼓作气骑回家去。现在呢，继续在富华东路上骑行。现在富华中路，我的右侧呢就是市桥街道的政府。来到了市桥的旧的街区。
现在呢右转到桥新路。回来的这段路呢，虽然没有风景可看啊，但是呢，它应该规划了一条最为快捷的马路。右侧呢是市桥地铁站啊。好，现在呢从桥新大街来到了四广路上。前方呢还有不到4公里的路就可以到祈福新村了。前方呢已经看到了四广路地铁站的路口了，祈福新村缤纷会就在眼前了。今天这段骑行啊，30来公里，从海鸥岛骑回祈福新村，完全按照导航来走啊。虽然这条马路都是乡村风、城乡结合部这种马路，从风景来看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记录的，就是一段骑行健身的这一段骑行。终于呢，又回到祈福新村的交通中心啊。这边呢是村外巴士和村内巴士的总站。我的右侧呢是祈福缤纷会的2期，看来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店开张了，但应该还有很多店呢还是空置的状态啊。最近大家对投资开店热情有所下降。马路的左侧呢又在进行，应该是祈福新村最后一块地了吧，整体的开发现在处于一个打桩的状态。将来这边呢据说会有一些大的商业项目，当然也会有写字楼、酒店、公寓等等。等到这一期全部发展完毕呢，我觉得祈福老板应该功成身退，可以告老还乡了。感觉现在是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呢用电单车载着自己年幼的孩子
回家去。现在呢，我已经在祈福滨中会1期这一侧了，前面呢就是学院路，我就到家了。今天呢，确实是一顿乱骑，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景色，但毕竟也是完成了一段骑行任务。那我就挑一些片段，也姑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某些路上的景色呢不尽人意但是呢，它也确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种街景，就是番禺区靠近莲花山，还是处于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发达区域的一片景象。那我们改日出行再见，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拜拜。